看到这个美少女了吗？只要碰她一下，就会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暴毙，只因为她有给别人带来不幸的能力。为了不再误伤其他人，疯子在看完喜欢的漫画结局后，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没想到碰上一个同样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的男人。不过这个男人再怎么作死都死不了，因为他就是拥有不死能力的不死。在疯子即将跳下高阶的时候，男人和他搭话了，疯子现在赶紧掏出刀，让他不要靠近自己，不然就会罹患绝症。这个男人毫不犹豫地朝他刀上撞了过来，然后跟没事人一样也翻过了栏杆。摸你这个得绝症，是不是得好好摸一摸？他揉了一番疯子的小脸蛋后，还没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，脚下的走廊居然凭空掉下去一块，刚好下面又驶过来一辆列车，直接把男人撞了个粉身碎骨。就在疯子自责自己又给他人带来不幸的时候，一颗头竟然从下面飞了上来，然后当时的面迅速生成了身体，最后只剩下双手双脚还没恢复，就是刚刚恢复好的身体来不及穿衣服。接着疯子一拳砸上他的小弟弟后拔腿就跑，却被男人一把抱在怀里。察觉到有警察正在往这边过来，男人扛起疯子火速逃离现场，带着妹子在大楼之间快速穿梭，爽是爽了，就是把妹子吓得瑟瑟发抖。同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，抓住疯子的腿问他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疯子就只关心自己的脚被这个男人碰到，他完了，他肯定马上就要不幸了。男人威胁疯子赶紧把他能力具体发动的方式说出来，不然就把他丢下去。可疯子原本就是打算今天自杀的，自就死吧，刚好随了他的意。他努力压下心中的恐惧，然而下一秒男人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恐惧。抓住疯子的脚腕开始360度狂甩，把妹子吓得嗷嗷叫，终于说出来了。他先从10年前讲起，那时候年仅8岁的疯子去机场送要去国外出差的父母，上飞机之前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还亲了爸爸妈妈一口。结果30分钟后准备起飞的飞机当场爆炸，包含疯子父母在内的200多名乘客无一幸免。从那之后，疯子逐渐发现，只要有别人触碰自己，就会根据触碰的时间、面积的不同程度的受伤。疯子也意识到父母大概率是被自己害死的。男人听了之后，立马把疯子紧紧抱在怀里，手还伸进人家衣服里乱摸，只是为了最大程度触碰疯子，想看看究竟会有怎样的不幸等着自己。下一秒就一箱香蕉从飞机上掉下来，刚好把他砸了个七零八落。疯子也趁机想逃跑，没想到因为跑得太快，踩到香蕉皮直接滑了出去，从万丈高楼急速坠落。虽然他早就想死了，但是因为踩到香蕉皮而死，未免也太可悲了吧。好在男人身体已经再次恢复，在疯子拼命想抓住那本最喜欢的漫画时，也跟着从大楼一跃而下。他没找好的脚竟然变成了尖锐的短剑，划着大楼的玻璃进行缓冲，终于接住了疯子，还帮他拿到那本漫画，并且在半空中停了下来。男人此时无比的激动，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能带给自己真正死亡的力量。这个男人拥有不死不灭的身体却非常相似，幸好他比较幸运遇到了身怀不幸力量的疯子，总算能结束这又臭又长的人生了。说着，男人就兴奋地将疯子带回自己的基地，准备好好研究一下。殊不知他们的行动已经被一个组织给发现了。而回到基地之后，男人让疯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衣服，毕竟要尽可能的大范围触碰他的身体。疯子立刻逃跑，说什么也不愿意被臭男人摸身体。结果跑的时候，衣服一不小心挂到了钉子，连外套戴帽子一起被拖了下去。没想到帽子下面的头发竟然这么长，这当然是因为没人帮他剪头发的缘故，毕竟碰瓷的理发师都会死。于是男人掏出一把理发剪刀，不由分说帮疯子剪好了长发，看起来还不错。疯子第一次被别人这么关心，态度终于稍稍软化了。下一秒，男人就兴致勃勃地准备等待这次的不幸了。才刚刚，可这个疯子身体仅剩了15分钟呢，不幸的规模肯定很大吧？话音刚落，头就被直接削掉了。之前暗中观察他们的西装男捡起男人的头，扔进了特制的胶囊中，这样他就无法再生了。紧接着把疯子给铐上了。西装男已经查清楚了疯子的能力，只要不直接触摸他身体没有大问题，所以他们都有戴手套。而他们想利用疯子的能力来杀人。之后，西装男又开始挑拨离间，告诉疯子其实不死抓他也是因为这个目的，毕竟他的能力只要利用好了就是一大杀器。虽然只是今天才认识那个男人，但是疯子被他救了好几次，想起来绝对不是那种人。没想到自己连累都不死，疯子非常内疚。没想到一道猛烈的闪电突然劈了下来，把抱着不死头那个男人劈了个外焦里嫩，和头一起掉出来，被劈的大坑里。很快不死的头就冲破了胶囊，在跳出来的同时，身体也在迅速恢复中。西装男手里有人质并不慌，让手下们一起冲上去。反正这个男人只是不死而已，战斗能力并不强。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不死就让他见识一下自己的战斗力。原来他平时展现出的只是封印了大部分记忆的样子，只要把额头上的栓子薅掉，记忆解封，男人当场化身赛亚人，转世之间就把那些人全秒了。原来刚才不死被男子砍头，不是因为疯子的能力发作，刚刚的落雷才是他带来的不幸。男人将栓子重新插回头上，封印了记忆，不然那么多记忆全堵在脑子里会发疯的。西装男还是那副淡定的模样，直接用疯子的性命威胁男人把人头交给自己。男人毫不犹豫地划开了自己的脖子，然后开始不停地往里面割。可是疯子已经不想看到有人因为自己受到伤害了，他哭着让男人抛弃自己快逃，结果人家已经把头割掉扔了过来。离开后的身体很快消失，疯子看着那颗飞来的头，终于下定决心。其实他知道引发最大不幸的方法。突然他用力撞开西装男，快速往前跑去，跳起来直接亲了男人一口。男人也明白过来疯子的用意，立刻重生身体开始给西装男搏斗。疯子趁这个机会迅速逃离，而那个废弃基地上空竟然掉下来一块陨石，整个基地被瞬间摧毁。不过即便这样，男人还是活着走了出来。危机结束之后，两个人互相做了个自我介绍。男人说自己没有名字，叫他不死就行。疯子便帮他取了个名字叫安迪。安迪现在只想知道被疯子亲一口就能天降陨石，你要是直接和他这样那样，岂不是会引发更大的不幸？说着开始追着疯子，要和他这样那样了。疯子
这当然不可能和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这样那样，就胡诌了个理由，这想降临大规模的不幸，只靠亲密的动作是不行的，还得有一定的好感度。如果他非得逼得自己这样那样的话，他肯定会一辈子讨厌安迪，让安迪再无法见识到最大规模的不幸。安迪这才暂时放弃，将疯子带到自己另一个基地，当务之急是要保护他的安全。安迪给疯子穿上了全副武装，并跟他讲了昨天全人的来历。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专门负责管理他们这种未知存在的组织，就算昨天打倒了一波，今天还有第二波找上门来的。而这个组织里也要像他们这样拥有特殊能力的否定者。以前安迪就被抓到过一次，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一直被那些人玩弄身体。要是疯子被抓了，也不知道经历什么样惨无人道的实验。这在疯子赶紧催安迪带他一起逃命。拥有不死的能力的男人和拥有不幸能力的少女，就这样一起踏上了逃亡的旅途。结果在公路上遇到2个敌人，出现的第一个敌人竟然是个高达，一拳就把安迪连同摩托车一起砸了个稀巴烂。疯子则落到另一个帅哥手里，努力想朝安迪跑过去，脚却无法移动分毫，想必这就是那个帅哥的能力了。很快安迪重新复活，可是在举剑朝高达砍去的时候，身体在空中突然停止，然后掉了下去。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会儿能动一会儿动不了，疯子也大喊安迪可能是这个蓝毛搞的鬼。听完疯子的话，安迪很确定这2个人都是以他人为对象的拘束性否定者。高达剥夺的是他身体的自由，蓝毛大概剥夺的是意识的自由。转后率先走向了高达，面对对方的铁拳毫无躲避，紧接着迅速回击给对方来了一拳。果然如他所料，挨打这就能动了，那他只要挨打后再生再打就可以了。接着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，但安迪的战斗方式可谓是伤敌800自损8000。他虽然不死，却并非没有痛觉，能面不改色打成这样着实了不起。疯子在一旁有些看不下去，问蓝毛帅哥他们是不是要这样一直被人追杀下去。蓝毛帅哥无情的给了肯定的回答，甚至以后会有更麻烦的否定者出现。这时疯子灵机一动，既然打不过，那直接加入不就行了。蓝毛帅哥告诉他，这个对未确认现象管理组织由10名否定者组成的特殊团队，一旦加入这个团队，就以尽力完成任务作为条件，从被跟踪者对象中排除。只要加入其中，他们就不会被追杀了。当然加入是有条件的，就是要等原来的食人有空缺才行。安迪对这个神一般的想法非常满意，他从蓝毛身边夺回了疯子，向他承诺只要有自己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。疯子也摘下手套碰了一下不死的大奶，他是在心动的时候触碰对方的，等会儿肯定会来波大的。果然下一秒，一辆失控的大卡车直接朝这边飞了过来，可惜高达及时护住蓝毛小哥飞了出来。3个人你追我赶来到一栋废弃大楼，万万没想到这栋楼里竟然安装了无数炸药，还不等对方正式开打，炸药就把大楼炸成了废墟。好在安迪已经弄清楚了高德的能力，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出现在他身后，对准高德的头，竟然把一根手指发射了出去，高德的脑壳瞬间被贯穿。这是安迪利用再生力量在快断绝的部位弹射出去的部位弹。等蓝毛找过来的时候，他的好同事已经领便当了，而接下来就该轮到他，因为安迪需要给自己个疯子都安排席位，正在控制了1个呢。不过他对蓝毛的否定东西还不清楚，所以决定以身体来试探，先急速冲上去，准备对着他正面的右侧腰部来一记右旋踢，而身体就不受大脑的控制，踢出去的竟然变成了左脚。等疯子抱着安迪跑了过来的时候，2人是在激烈的搏斗中，看到疯子手上的刀，安迪有了主意，让他赶紧把刀扔过来。疯子直接把刀扔他的肩膀上，同时他也破解了蓝毛的能力是颠倒，先刻意的露出空隙，在反方向准备接招，但是无法阻挡的攻击肯定就没办法了。出着安迪拔刀准备向蓝毛砍去，就在出手的那一瞬间还是犹豫了，就是这份犹豫让他被蓝毛给定住了。疯子救人心切，想到背后触碰蓝毛，结果反被蓝毛一并定住，这一下他俩都没救了。好在现在有一个加入否定者的名额，安迪毫不犹豫把这个名额让给了疯子。这的大义凛然也让疯子下定决心实现安迪的心愿，不就是这样那样吗？他当即甩下外套，让蓝毛背过身去，想用这种方式回报安迪，把蓝毛帅哥给逗笑了，决定放他们俩一马，还给他们推荐了自己另一个同事可以杀。3天后的贝加尔湖有成员去调查UMA，杀的那个成员他们就能拿到席位了。当然并不意味着这3天就没有追兵了。专后蓝毛就扬长而去，布斯和安迪再次度过危机。现在立马前往俄罗斯的贝加尔湖，安迪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干一场了，连疯子都被感染得有些期待起来。他们究竟能否成功抵达贝加尔湖呢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